大家好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搜话题。韩国球员孙允浩回应为中国足协终身禁足，称未回家不得不承认指控。具体情况如何？会被国际足联禁赛吗？我们来看网友的评论。首先说下孙允浩量刑问题。回答孙允浩如果收20万，那么按照刑法算数额巨大，应该判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错了，关于受贿，有两个不同的罪名，一个叫受贿罪，一个叫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。受贿罪的数额较大标准是3万元到20万元，数额巨大的标准是20万到300万。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额较大和数额巨大的标准，参照受贿罪的这两个标准的2倍和50倍计算。换句话说，孙允浩触犯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达不到数额巨大的标准，应当判处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。那么孙可能被判处比如10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之前羁押时间抵扣全部或部分，所以后来已经被释放。我觉得有一个逻辑的道理不太通，就是如果孙允浩根本没有涉嫌假球，中国司法机关根本没有必要编造证据把一个外国球员牵扯进来。很简单，把一个外援牵扯进来，事情会很复杂。中国司法机关和中国足协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想不出来。那么多中国球队涉案就已经很轰动了，现在一个外援有什么理由？目前为止，孙允浩给出的理由我一条都不信。我大胆推测，中国足协如果上报国际足联，我认为国际足联几乎肯定会采信。而且从孙允浩的方面话来看，他们说如果国际足联对他禁赛，他们会进一步申诉，说明什么？说明非常清楚，国际足联有极大的几率对其禁赛。在经纪人的陪同下，对媒体声泪俱下，唐孙允浩似乎非常后悔，非常自责。对比韩国足协无话可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打上港之后又收了一笔钱的关键词，你是否会以为他们即将承认中国的罪行？可是面对韩国媒体，孙允浩很快确认是什么样谁的嘴硬，试图强调自己在恐慌中遭到逮捕，谈到了10月的起床生活，每天都是跟20多个人聚在一起，过得非常恐慌和艰难。而被问到聚集地楼期间发生的事情，会跟他会面的官员向他许诺，如果承认收了20万元，就可以释放你，以及可以让你在韩国继续从事自由运动员的职业。他试图强调自己在极度恐慌中选择承认罪行，以期尽快回到家人身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孙允浩没有任何问题，那去年5月他跑什么呢？如果孙允浩没有犯罪，那么为什么监狱里也要承认罪行呢？当孙允浩去年5月带家人偷偷跑回韩国，说不是他已经提前上了边扣名单，被扣下，那岂不是畏罪潜逃了？由于孙允浩被抓是金英道给牵扯出来的，韩国媒体也试图打不过问到底。孙允浩承认跟金英道往来密切，我金英道关系很好，中国帮了我很多。金英道的妈妈在韩国，我还帮他预约了医院。我们之前有经济往来，金找过我，借过钱，也找他借过钱，但一切转账记录与操纵比赛无关。他承认在22年1月，山东打完海港的比赛结束之后，收到了20万，但是承受收钱的孙允浩却否认了踢假球，赢球奖金是16万元人民币。按我理解，因为20万元，而操纵比赛是不合逻辑的。公安部门要我承认这笔钱是来自于比赛操纵。确实，在那场比赛之后5到6天，我收到20万元。金英道是山东唯一会讲韩语的人道，他也帮我适应环境。当家人来时，我们都会照顾对方，互送礼物和借钱给对方。作为朋友之间发生了金钱交易，在接受调查时也证明这不是非法资金，可以坦诚地说没有进行过任何比赛操纵。而被反复问及20万金英道相关的问题时，孙允浩再次强调，我在中国拿到的年薪很高，虽不觉得20万人民币多，
我们也互相送礼物。当金英道开设足球学校的时候，他会给了价值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.3万的实物作为礼物，所以我认为这20万元像是还钱一样。然而明眼人都能听出来，孙子浩的表述是漏洞百出。